OPPO 的自研马里亚纳 X 芯片的固件升级了。那今天就用 Find X5 Pro 跟 iPhone 13 Pro 对比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那开头呢，先问问各位，你们觉得今天的 Find X5 Pro 能不能战胜 iPhone 13 Pro 呢？如果你觉得能战胜，打1；如果你觉得没戏，打2。前2天我哥们请我吃饭，而且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OPPO 的马里亚纳芯片的固件升级了，现在的效果比原来可强了一大截，主要是算法更高效、更精准。而且他还跟我说 ，iPhone 的计算摄影能力很强吧？你这次就用 iPhone 13 Pro 做对手，让我再重新测试一下。而且他还说 ，OPPO 在很多场景都会赢。我当时就很纳闷，我说这2台手机的价格差得很多呀。而且我们之前的测试 ，iPhone 在所有场景的表现都很均衡啊。那我就很怀疑，现在的 OPPO Find X5 Pro 它能赢吗？能赢，那我赢不了呢，赢不了我就再请你吃1个月的饭。我吃了这么多，你请得起？请不起我也请，去测吧。我保证 OPPO 在很多场景都能赢。那于是我就被1个月的饭给吸引了啊！当然我也好奇啊，升级马里亚纳固件之后的 OPPO Find X5 Pro 到底能不能战胜 iPhone 13 Pro？ 在正式对比前，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2台手机所拍的啊，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升级马里亚纳固件后的 Find X5 Pro 跟 iPhone 13 Pro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先简单介绍一下2台手机的后摄配置。Find X5 Pro 后摄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1颗2倍的中焦。iPhone 13 Pro 后摄也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1颗3倍的中长焦。在拍摄界面中 ，Find X5 Pro 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3个光学镜头。iPhone 13 Pro 的拍摄界面中也是3个焦段切换按钮啊，对应的也是它自己的3颗光学镜头。在后面内容中呢，我们简称 Find X5 Pro 为 OPPO，iPhone 13 Pro 简称苹果。那么好，咱们先说主摄。2台主摄的硬件参数都列在这里了。总体看呢，是 OPPO 的更强一些，感光器面积它更大，原生像素是它更高，光圈呢倒是苹果的更大。从实拍样片上看，2台主摄的成像风格、色彩差距还是挺大的啊。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的色彩呢？虽然说我记不住真实的环境到底什么样了，但是我印象中树叶可没有 iPhone 拍的这么蓝。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除了颜色的区别比较大以外，实际光学素质还是比较接近的啊，锐化也差不多。那边角画质方面，也就是镜头的光学素质方面，是 iPhone 的主摄更好一些啊。再看另外一组对比啊，颜色的差距还是有的啊，差别比较大。但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我感觉是 OPPO 的更实一些 ，iPhone 那边有点肉。镜头的边角光学素质方面，依然还是苹果的更好。OPPO 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打开这个模式之后呢，在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到细节呈现更多了一些啊，比苹果又强了一些。不过还没完 ，OPPO 的主摄除了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以外，还有一个更高清的 UHP 高清选项。打开这个选项之后，主摄拍摄的照片细节会进一步提升。那跟 iPhone 对比呢，细节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说呢，还是 OPPO 有优势的，因为它的感光器就是主摄的那颗，比 iPhone 的大不少啊，原生像素也是它更高，但就是视角 ，iPhone 的视角更广。从超广角的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色彩差距不是很明显了。OPPO 这边跟主摄的色彩风格很一致啊，挺稳定的。iPhone 的色彩呢比较重一些啊，显得深沉。视角差距如图所示啊 ，iPhone 的视角更广，这个红边就是 OPP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看的是 OPPO 的更强一些，那是因为它的视角窄嘛，物体拍得更大。但是你要看玻璃后面的植物的话，色彩清晰度都是 OPPO 的更好。边角画质方面是 OPPO 的更强，虽然说 iPhone 的视角更广，但 OPPO 的感光器更大啊，边角画质都不好做。在这里呢 ，OPP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再看下一组对比，中心解析力方面跟刚才一样啊 ，OPPO 的看着细节更好一些，那是因为它的视角窄嘛，前面说了。边角画质方面依然还是 OPPO 的更强，虽然说 iPhone 的超广角视角更广啊，超广角嘛，视角广是好的，不过 OPP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打开高清模式以后，超广角的解析力比 iPhone 明显强了很多。再看微距的表现，这两台手机在接近被摄物体的时候都可以自动切换到微距拍摄模式。一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超广角拍摄微距最好，但是 OPPO 这边呢有好多张都是主摄拍摄的。那从这些样片中你们也能看出来 ，OPPO 的微距照片无论是透视关系还是背景虚化啊，整体效果都比 iPhone 强一点。再看中长焦的对比。OPPO 是一颗2倍的镜头，可以算是中焦镜头 ；iPhone 那边呢是3倍镜头，可以勉强算是长焦镜头。那具体参数都列这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啊。咱们看实拍对比。那先从2倍开始对比啊，注意啊，2倍 OPPO 可是光学镜头 ，iPhone 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因为它没有2倍镜头嘛。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啊，确实是光学镜头的 OPPO 更好。那就再看3倍的对比，3倍 OPPO 就是2倍的数码变焦了，而 iPhone 就是3倍的光学镜头了。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光学镜头的 iPhone 更好。那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对比呢，很符合物理规律。哦，对了，刚才忘了说对焦效果了啊，现在是 OPPO 2倍的对焦效果啊，还不错啊，对焦挺利落的。现在是 iPhone 3倍的对焦效果，同样的效果也是很好啊，对焦也很利落。人像拍摄对于手机来说也是很考验计算摄影能力的。从实拍样片上看 ，OPPO 的人物肤色比较粉嫩啊，苹果相对于 OPPO 来说稍微偏黄一些，但是肯定也属于上乘的。但是到了大逆光的场景 ，OPPO 这边无论是场景的颜色啊，还是人物的肤色，都明显比 iPhone 那边强。我问问啊，有人喜欢 iPhone 那边的色彩吗？直出宽度的对比算是重头戏啊，很能看出手机计算摄影的好坏。先看主摄 ，OPPO 的暗部细节保留的挺完整的 ，iPhone 那边要是暗处能保留的细节更多一些就好了。亮部细节两边都有啊 ，OPPO 那边的亮部细节看着没有 iPhone 多，但是仔细看它的亮部细节还是有。超广角的差距是最为明显的啊 ，OPPO 那边的暗部细节非常的完整，要是能再暗一些就好了。亮部细节除了颜色的差别以外，苹果这边的细节展现还是更多一些。再看下一组对比，还是先是主摄，暗部细节 OPPO 的展现更多，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这回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了，但是暗部细节依然是 OPPO 的更好，只不过 OPPO 的暗部能再暗一些就好了。再看最后一组啊，这组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啊，这回暗部细节两边差不多了，但是亮部细节苹果是过曝了。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暗部细节两边差不多，亮部细节 OPPO 的更完整。夜景的对比，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先看城市照明环境的对比，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暗部细节两边都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水平也都非常不错啊，旗鼓相当。第二个场景开始出现差距了啊，先看主摄，亮部细节也就是灯箱的细节是 OPPO 的展现更好；超广角的表现呢，就是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都是 OPPO 的好。再换一个大光比的场景，主摄上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都是 OPPO 的强。那超广角的表现上，由于硬件差距比较大啊，所以亮部、暗部都是 OPPO 的强啊，很明显。那不管测试了多少场景啊，只要是亮部细节，那都是 OPPO 的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那前面对比呢，都是自动夜景，这两台手机呢都有自动夜景，但是到了女流氓小巷这个地方就比较暗了，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可是 iPhone 是没有夜景模式的，它依然都是自动夜景。但是在这个场景下，主摄的表现还是没有拉开差距的，两边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虽然颜色不一样 ，iPhone 的颜色更好，但是细节呈现两边还是差不多。祖传神树场景就比较暗了啊 ，iPhone 的自动夜景就盯不上劲了。主摄的表现放大一看，树皮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但是后方植物的差距那是非常大的。
超广角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啊，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 ，OPPO 的细节展现就是花草的细节比 iPhone 强很多。最后一个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那主摄的差别还是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是 OPPO 的更强。超广角的表现乍一看差不多啊，仔细看的话肯定还是 OPPO 更好。录像的对比，我们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而且也要看看防抖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啊，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两边的表现都非常到位。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都十分优秀啊，色彩、防抖、清晰度啊都是很上乘的，而且超广角也是 OPPO 的默认录像镜头。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2倍 OPPO 是光学镜头，所以它的解析力方面确实强于 iPhone。iPhone 的2倍呢，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现在是3倍镜头的录像表现，3倍 iPhone 就是光学镜头了 ，OPPO 只能靠2倍的数码变焦了。清晰度方面是苹果的更好。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 ，OPPO 那边的清晰度很高啊，但是防抖不如 iPhone。那也就是说，如果站着不动拍的话 ，OPPO 的表现会更好。iPhone 那边的眩光可真是有点大呀。超广角录像的表现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因为超广角是 OPPO 的默认录像镜头嘛，清晰度啊还有防抖都非常优秀啊，苹果那边有点惨。录像最暗的场景是女流氓小巷，非常暗啊，可以看到 OPPO 的录像表现还是清晰度非常的高啊，就是防抖没有 iPhone 强，但是 iPhone 那边的鬼影太感人了。超广角录像的差距还是非常的大啊，这个没有办法，这是硬件的优势啊 ，OPPO 那边要强很多。工业设计做工上 ，OPPO 这2年的表现是越来越好了。苹果的工业设计也一向是很不错的。两台手机放一起啊 ，Find X5 Pro 更大一些 ，iPhone 13 Pro 更薄。虽然说苹果更薄，但是拿在手里的手感肯定是 OPPO 的更好。苹果的直角边框呢过于直角了啊，握起来有点硌手。OPPO 这边的边框呢是圆润的，所以握持手感还是不错的。两台手机的屏幕啊都是顶级的好屏幕，日常使用中呢都没有什么问题，色彩、发色、清晰度啊都没有问题。不过至于性能、发热、游戏跑分、续航等等，我估计大家都比我们了解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2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这次马里亚纳估角升级以后啊 ，Find X5 Pro 很多地方都赢了 iPhone 13 Pro， 尤其是需要软硬件配合很强的对比环节中 ，Find X5 Pro 都赢了。比如说直出宽容度对比环节，主摄跟超广角它都赢了。还有就是夜景对比，主摄跟超广角赢的还很彻底。要知道这2个环节能赢 iPhone 13 Pro 可不容易的。哦，对了，还有人像的对比，在逆光的场景中 ，OPPO 的表现更出色。其他的对比环节中，主摄在高像素模式的加持下 ，Find X5 Pro 更好。虽然说 iPhone 13 Pro 的边角画质更好些，但是中心解析力还是更重要的。超广角2台手机可谓各有优势啊。iPhone 13 Pro 的视角更广，哎，这点不错。超广角嘛就得广，但 Find X5 Pro 有高像素模式，在解析力上优势明显。中长焦能在各自的光学焦段战胜对方啊，都不含糊啊，这也符合物理规律。微距的表现呢，两边都不错。这次选择 iPhone 13 Pro 对比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 OPPO 跟 iPhone 一样都很注重手机的计算摄影能力。虽然手机的内部空间是寸土寸金，但是手机影像的发展是不会停的。除了软件上都要下功夫以外，硬件的选择呢，以后应该会有2种方向，一种就是像 OPPO 这种费时费钱费力的去自研影像芯片啊，比如马里亚纳 X， 一种呢就会像小米那样偏向硬件堆料啊，比如最新的1英寸传感器。不过不管是哪种方向，只要效果好就行，消费者要的就是结果啊，不管路线怎么走，只要结果到位了，那就是真正的好产品。最后呢，我真心希望咱们国产自研越来越好。OK， 到结尾了，希望上面内容呢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